你是在平常还没发生火灾时你就知道这个通道有问题，还是你是发生火灾了走到那边才忽然发现原来这个通道有问题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3先生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，让你朝安全又迈上一步。嗨，我是晶晶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今天来跟大家聊聊的一项东西，是我们想来跟大家谈谈逃生通道这件事情。逃生通道可能会出现的危机有什么？大致上呢，把它归纳成有4种类型的状况。第一种叫做看不到，第二种叫做走不过，第三种叫做有危险，第4种叫做不好用。首先看不到跟走不到，我觉得这个是民众要去注意的观点。而后面讲的有危险跟不好用，民众可能不需要去了解它，但是你身为防火管理的或是场所的负责人，你可能要去留意的地方。看不到就是第一种，我可能今天这个逃生通道它的标示牌因为不明显，所以我在我活动行动的空间里，我不容易看到我的逃生出口在哪。例如说我今天这个避难方向指示灯装得太低，所以呢很容易被一些杂物遮住。那又或者有些情况它会这样子，一条很长的走廊，结果它的那个指示灯啊，它装的方向却跟走廊是平行的，等于是我站在走廊的这一端呢，我根本看不到那个灯。这些都是我们讲说会看不到、看不清楚的情况。因为如果说你今天这个标示不明显，没有让你清楚看到的话，你今天忽然间发生状况，要赶快找到这个出口，那就会不容易。人的习惯就是我从什么地方进来，我就想要从什么地方出去，所以就会一群人往那个主要通道挤。那这就是我们常常遇到的，就是疏散的障碍。那第二种情况，走不过是什么意思？你看得到那边有逃生通道，结果走过去的时候发现呢，要么是走廊堆积杂物，你走不过去；要么就是它的门上锁了；要么就是它可能门一打开，后面有个铁卷门。那我要跟大家提醒的事情是，刚才我们讲的那些情况，我们要看出它的问题。你觉得它会需要很专业的知识吗？不用。但问题点在于，你是什么时候才看到这个有问题？你是在平常还没发生火灾时你就知道这个通道有问题，还是你是发生火灾了走到那边才忽然发现原来这个通道有问题？所以有时候我跟民众在讲逃生通道的概念的时候，我都会告诉他们，逃生通道其实真的没什么高深的学问，重点在于你个人的态度。我们都会教大家说，你今天到了陌生环境，你要先去熟悉一下逃生出口在哪，逃生出口能不能够用，但问题是做到它的人又有多少？就是事前准备。没错，你有去看，你有去走，你一定会发现问题。甚至不是公共场所而已，我们也都很主张你在自己家里也要去熟悉你们的逃生通道。这里我就要分享一个以前我救灾遇过的一个火灾案例。那场火警呢，它是3楼发生火灾。那我们今天呢分享的这个案例呢，不是要去跟大家讲当时的起火户他们遇到什么状况，我反而是要跟大家讲，当时在同一层的邻居，有一户人家呢，他在我们救灾的时候啊，他就把他的门打开，出声音问我们说，我们可不可以带他下去？我就跟他讲说，外面现在公共空间烟很多，你们关着，先不要出来，现在不是时候。我在火灾结束之后，我就很好奇那个住户他们遇到的状况。我就问他说，当天警卫说警铃有响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他说他其实有听到。他说然后呢，他就去把他们家的房门打开。他的门一打开之后，左手边就是他们那个大楼的其中一道楼梯。我就问他说，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要从你们旁边那个楼梯直接下去？他说没有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走过那一座楼梯。他完全不晓得那个楼梯下去之后会走到什么地方，中间会有什么障碍，以及他走到1楼之后，门是不是真的打得开，他完全不晓得。当我们消防队抵达现场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确实已经不适合跑了，关门避难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是他今天在消防队到达之前，他发现火灾是因为警铃响了。他能够蛮早就发现到火灾了，其实他当时如果要跑是绝对有机会的。当然我们以结果论来讲，他留在家里也是很好的做法，但是他其实对他们自己大楼的环境是完全不熟悉的。所以呢，我也是建议大家，不只是公共场所，其实呢连自己社区住宅大楼最多啦可能3个月就要去走一次。
那后面的部分呢，我们跟大家谈到的有危险跟不好用是什么意思？例如这个地方路面有斜坡，例如这个路面可能有高低落差，也有可能是高空，有些它的这个门啦可能比较矮，那你今天人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撞到头，然后甚至把后面的路给堵住，造成踩踏，那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有危险。另外所谓的不好用是指什么呢？例如我曾经遇过一个门打开之后会把你逃生通道给挡住，就是那个地方它的楼梯啊，在你今天把住户的门打开来之后，它会刚好把楼梯给遮住。那甚至还有一个情况，那个走廊呢会装我的室内消防栓，而我的室内消防栓栓门打开来之后，它会把我的这个走廊给遮住，变成是我在疏散通行上会有阻碍。这是房屋管理员要去思考的问题，就在于说，如果你的场所设备有这样的情况，那其实我们就要去构思一个事情，我到底要不要在还没疏散完毕的时候去执行我的初期灭火工作？这个其实是计划上可以去做调配、去做调整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想呢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几个我们讲说逃生通道常见的问题，看不到、走不过、有危险、不好用，就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知道。那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，不要在公共场所去依赖平面地图或是避难方向指示者，它们是一个很好用的辅助工具，但是它不见得能够100%呈现那个逃生通道的实际状况。好，所以我想呢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逃生通道的一些概念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那么希望呢，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。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。你看过你们家的逃生通道吗？欢迎下面留言，也别忘了帮我们按个热推，让更多人知道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，那当然有时候我住在这个公寓，像我们现在住在这种老公寓，要逃生通道只有一个，可能没有什么那么复杂的事情要让你去了解。但是如果你住在社区大楼啊，你楼梯可能不止一个，尤其你们是有电梯的这种电梯大楼，我相信呢，住户大概很多人不会去主动走你们的楼梯，因为你进出都靠电梯，所以你搞不好呢住了很久，你也不知道你们的楼梯间长什么样子。